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对决的2位演员是谁，请看大屏幕。请周大强、七七移步对战区。七七大家很熟悉了，上一季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演员。大强是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上，上一轮他用这个2倍速的一种方式，横扫了很多不文明现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掌声有请朱大强。就大家好，我是朱大强。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其实也不是，我还挺喜欢男的，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就是老头。我太爱了，真的，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他们，看什么？大家回头看，别看老头。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我爷爷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高能量老头。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太厉害了！我就感觉吧，在他眼里面，管他什么杨树、柳树、奇树、偶树，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老当益壮。哎，真的老壮汉，佩服他们。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主要是老头无拘，公园无数。我觉得吧，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发挥一下余热，让他去撞椰子树，对吧？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撞完以后呢，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叫做椰树牌椰汁。广告语我也想好了：爷撞树，爷爷的爷爷，爷爷头上的包，从小撞到大。对，广告就很健康。哎，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越撞越长寿的。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对吧？头上有个包，手里有个桃，桃怎么来的？他撞出来的，对吧？你就只管去撞就好了，寿命和桃都包有的，包有的。我又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热天嘛，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挂在自己的胸口，卷得很复杂，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老没前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真的不理解。我说爷，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我爷说不能脱，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谁会偷啊？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还得偷偷藏起来，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就算真的被偷，那又会怎么样呢？我偷过，我爷爷都没发现。哎，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还是织女。你们想对吧？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回不去了。哎，我爷爷啊，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我不理解。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好羡慕这个身材，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很有松弛感，也很敢松弛。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一识，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每次见一个拍一个，见一个拍一个。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他还有一点镜头感。因为我拍他的时候，他朝着我努了努嘴，他在那里。我说哟，好想的肚皮，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叫做《男人不装》。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叫做《白花花公子》。有点太自由了，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对吧？
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他完全不内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耳朵背，但是嗓门大，耳朵越背嗓门越大，这两者就那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别人一骂他，他在那里啊。哎，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结果看见我爷爷，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我远远一看，我说：“哎呦，海豹，好松弛呀！”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我什么样不行呢？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我们小区也没有海，有海，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一小块地中海。就跟我爷爷那个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哇，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打一个动物 ，QQ 企鹅。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每天在那，我就知道啊 ，QQ 爷爷上线喽，很可爱。哎，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对吧？每天还撞树撞脑袋包，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真的，我的神仙爷爷啊，老仙男，活得有点太潇洒了。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我自由不受规训，也充满主体性。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我越撞越死撞。如果有质疑声，我也在那里啊。谢谢大家，我是大强。谢谢朱大强的表演，喜欢他这段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再次谢谢大强的表演。刚开始马老师就很激动哈，说到最喜欢老头的时候，后悔自己当时的激动吗？我觉得挺流畅的，他确实是语速非常快。好，我的发言到这儿吧。但我真的我也想问一句，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你是真的语速，就是在每一次具体的表演里啊，是真的这次语速快，还是就有点赶或者有点紧张？因为我今天有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赶。有一点，因为我可能有时候稍微紧张以后，我那个语速就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可能造成大家观感也不太好，就是，没有，谢，没关系，就是。也不用总反省自己。我觉得朱大强简直是就是独闯了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赛道，就是文明监察员，像文明。每一集都在劝说大家要讲社会文明，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推动。用一种看似特别没有礼貌的表达方法。对，就是我觉得我蛮喜欢你的，你就很像一个弹幕，然后看到一个什么，然后跑过去跟他那个讲一讲，就是很有节奏感，又很有活力，就小钢炮，不，就这个，就是我其实倒没有觉得你有特别赶，我反而觉得这好像就是你的风格，因为你感觉就是这种急促派，有一点点，对，强输出，然后急促派，然后又就没有顿点，所以我觉得他到极致的风格也蛮好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很有活力，很有感召力。好，下次不改了这个语速。哎，那你爷爷会听吗？他耳朵不好，所以那我就放心了。还好有字幕，对，可以看。好，我也特理解这种说话，一旦快起来之后，自己就刹不住闸那种。对，那吐字很清晰，很清楚，很好。把相声演员夸口条真好 ，nice， 谢谢。谢谢。好。我很喜欢这种有话直说的女孩，然后她的语速虽然快，但是我们都有听懂。那我觉得这一段最适合总结的，应该还是马东老师吧？对，是，是不是马东老师？是，我。您是老前锋，帅的。您不老，您只不是资深而已。不是，我这跟我没关系，我没有觉得这个老这件事有这么重要。但确实是我一直在整个这个作品里面，我一直在失焦，就是我觉得他针对于不文明行为和习惯那一部分，我全都听懂了，而且我是完全赞成的。
我失焦的那一部分是有的时候它针对了你爷爷单纯是因为年纪老的那一部分，我老在这2个里面晃来晃去。如果你能更聚焦在，比如说我就是对于不文明行为，我有一个我的看法，那我就会更清晰。聚在我爷爷那2个点上啊，没有。可能马老师的意思，我猜啊，比如说耳背不是他主动的，对啊，就是他也不想耳背，可能确实那是。就是你想说的那个东西，我们都能够 get 到。你可以往回稍微的多一些体谅，也许会更准确啊。会的，我生活中非常尊老爱老。是吧？是的。谢谢大强，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用他的自信大方感染了很多人，我们掌声有请七七。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西七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这有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
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2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
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您。谢谢七七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七七，还是熟悉的风格啊！上一赛段演完，大林这评价说七七现在放松、松弛、自信，这样子就好像舞台是他家的客厅一样。今天的表演感觉如何？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个包袱就是，对，就是啊，对对对，而且后边你还反复在提到这个看见神明这事儿，就是这大哥什么的，我，因为我比较葛啊，我就喜欢看这个。我以为你会喜欢汽车。是这样的，我有时候总我这节目录2季了，我有时候总爱找补，就是其实我那会儿挺想给你拍灯的，但是我错过了，我感觉那我也在表演，我得再找一个合适的点儿，然后我在汽车那儿，但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这是七七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好像也是比较少听到哈。咱们几位有谁是做过文艺青年的吗？那大文艺青年。我，我是商业青年。商业青年。天天你看七七，你不觉得眼熟吗？他穿的都是我牌子的衣服。是不？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在我眼中就是年轻时候的我，十几年前，对我碰到你的时候，对我小时候也是这种活蹦乱跳的。嗯。我其实想问一下，你那个光头哥对你来说是一个意象，一个你没有去完成的文艺青年走向真实世界的意象，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啊？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叫框框洲月月鸟。哎呀妈呀！他当时打电话给我们青旅定名字的，就是留的那个名字，就是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能感受到，就是光头哥好像是你小时候可能对于某一种自由派的一种向往，然后只是你好像没有办法走上那个自由派，等他好像也回归现实世界的时候，你会有一点遗憾。所以我是想问一下，你那个落福啊，就最后的点为什么要收在他身上？我本来以为你会收在你自己身上的。因为这个就当时我们俩聊天那个场面，在我心里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天晚上聊着聊着，他说他订了酒店，我当时真的很惊讶，我以为我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各自住在青旅里面，就是各自睡那个上下铺，那个场景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激荡。佩森姐呢？就是看到七七以后，我就觉得说，站在这个舞台上还是要有很自然的那种观众缘，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你就会觉得他很想亲近他，然后很想听他讲话，很喜欢他。我觉得七七是有这种富有这个能力的。对，七七个人魅力太强了，很有个人的吸引力，还有个人的特色。可以亲亲我的你。爱你哦，爱你。七七在我们这儿每年有一个骚扰嘉宾的指标。去年的受害者是大林。郭麒麟约会了。我觉得七七有一个能力啊，特别强，他自己是一场对口相声。你知道吗？就是他是2个人。你像这个捧哏和逗哏啊，你需要那个捧哏给你把这个包翻出来，需要阎鹤祥，你知道吗？他一个人在逗哏和捧哏之间，他蹦来蹦去的。他说着说着，他这边还在描述着，那边帮这边给自己翻一下，然后就回来，不耽误他自己描述啊。就请你去吃饭的人，其实应该占2座，你知道吗？一唱一和能把整个气氛搞足，他一人够了。你看他整个的作品，他一直能够给自己翻来覆去的，他有2个角色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巨大的天赋。越说越像人格分裂。不是天真姐那光头哥是不是你臆想出来的？完了到这儿又他自己又跟自己。这性格太可爱了。我印象当中，天真也是这种，就是这么不当评委之前也是这么灿烂的那种啊。天真姐一直很灿烂。是灿烂。马老师不要乱说。不乱说。马老师今天受太多委屈了。我爱老头儿啊。不要
要这样说毛老师好吗？好的。爱情。